姐。哎，林大姐，有个事儿啊，刚才你的那个客户的姐姐打电话来找你，总机接错了，给接到我这儿来了啊。她说啊，有遗嘱，在妹妹那儿，房子是她弟弟的。哎，那她妹妹为什么一直都不拿出来呀？说是她妈妈走得比较突然，办完后事之后，妹妹就带着孩子出国了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当时其实也没有人提这个遗产的事情，因为老人没有什么遗产，就这么一个房子，大家默认这个就是给弟弟的。后来今天姐姐给妹妹打了一个电话，妹妹就说你怎么不早问我？咱妈有遗嘱在我这儿，刚才他们还给我发了遗嘱的照片。那你能不能把这照片发给我看看呀？你们先去吃饭吧，一会儿原件就送过来了。罗宾老师他知道这事儿了没有？我想等原件送过来再跟罗宾说，你也先别跟别人说，也别跟你们客户说。为什么呀？他姐姐挺犹豫的，跟我聊了半天，说啊，其实他们两个姐姐希望这个房子最后还是能让他弟弟住，然后给哥哥一笔钱，双方可以和解。如果弟弟现在就知道有遗嘱往死里头搞，那他们兄弟俩不就真成仇人了？所以啊，咱们也先别多事儿，等他姐姐把遗嘱原件拿过来，听听他的想法，再说。行，我觉得有道理。快去吃饭吧。谢谢丽娜姐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走吧。您好，163，请慢用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工作上的事儿。没关系。哎，如果你忙的话，咱们今天就别吃饭了。有什么事儿现在就说了吧。哎，还是吃吧。我有一朋友，他在国外，有很多业务在咱们这边，所以他平时总是两头跑。他需要一个助理，帮他去处理很多事情，要求懂英语，懂法律。所以你就推荐我了。喂，罗宾老师。刚才廖佳敏来电话说，他希望双方能够尽快签署和解协议。他说这次应该让双方都会比较满意。真的？你赶快回来吧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先走一趟了啊。其实，我不愿意让你这样。是我自己愿意的。丽娜，黛西和麦飞分手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他们俩还会和好的。这不是你我该关心的话题。他俩其实并不合适，不合适还在一起才叫感情。你懂感情吗？我不懂。林静薇，我知道，他要结婚了。他其实爱的人是你。你这样说不好，缺乏事实依据。他来找过我，问你有没有女朋友，是不是单身，住在哪儿，是不是一个人住。你就和盘托出。我跟他说了，你们两个不合适。他不信。他跟我说，合适在一起不叫感情，不合适在一起才叫感情。不过是你让他明白了，女人还是要找合适自己的人。
你们怎么突然就想要签了？我们廖主任也做了很多工作，既然陆军愿意给补偿，那就和解呗，毕竟他们还是兄弟啊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最近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你们要没麻烦，我们就没工作了。罗律师都跟我说了，我实在不应该怀疑你，抱歉。谢谢您吧，廖主任。谢谢麦律师。哎呦，我们应该的。谢谢。那我送您出去。哎，走。看来您和您的当事人还不知道他的二姐已经找到遗嘱了吧？麦飞，你曾经是我的助理，你很聪明，脑子也很好用。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把你留在全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太喜欢自作聪明，这样不好。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根本不存在什么遗嘱。希望这个事情能够给你多点教训。这样最好，兄弟之间嘛，哥，你要是需要钱，你就直接跟我说，你别不好意思，咱兄弟不存在。我这其实没什么，这不是你大侄子吗？他非要创业，我实在是没办法呀。哎，不过他跟我说了啊，你这个钱算投资，哎，你是他股东，哎，咱们怎么说都成，哥。哎，行，这边。哎。你们太卑鄙了！说什么呢？你跟罗宾算计我，你们根本没有遗嘱。是你耍了麦飞，是他自作聪明，是你误导他，你让他误以为有遗嘱。我并没有说谁有遗嘱，我说了是他自作聪明。您这样做真的很不光彩。你再说一遍。你这样做真的很不光彩。我这样做是为了给他一个教训，并不验诈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麦飞他无法从心底里真正的去尊重你。我不需要他的尊重。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尊重。你竟然敢冲进我的办公室质问我，我不需要你教我，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什么是对的、光彩的，什么是光明正大的。现在让我来告诉你：第一，胜利就是胜利，胜利好过失败；第二，如果他妈妈有遗嘱，那也一定是希望他们兄弟和解，相互帮衬；第三，即使是好人，为了达到正义的目的，有的时候也必须使用一些手段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的律师，请你记住这3点，牢牢记住。出去，出去！什么事儿？我被骗了，主任，对不起。你被骗了，为什么要和我说对不起？他们没有遗嘱，他们误导了我。然后呢？
基于重大误解、乘人之危，采取欺诈手段签署的协议。那我并没有跟陆离说有遗嘱，所以不存在着重大误解、乘人之危以及欺诈手段。那您知道是罗宾他们在故弄玄虚了？我知道，如果我告诉客户有遗嘱，最后没有，客户会跟我没完没了；如果我告诉客户没有遗嘱，是对方虚张声势，万一真的有，客户还是会和我没完没了。无论有还是没有，我都会很被动。所以罗宾他们太过分了啊！所以我只是把你前女友的和解方案给了陆离，告诉陆离，如果他立刻接受，马上就能拿到钱；如果不接受，胜负难料。所以无论他做什么选择，我们都没有任何责任。我学到了，主任。你和黛西真的分手了？嗯。你走了之后，黛西和罗宾吵了起来了。啊？因为他认为罗宾骗了你，非常不光彩。我可以接受你被人骗，被客户投诉，但我不能接受你欺骗我，耍小聪明。我没有，主任，我们真的分手了，真的。重点不是分手不分手，重点是要诚实。我记住了。江海洋、林静薇，期待您带着祝福为我们见证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你怎么还没下班？这份请柬自从我送来到现在，一直放在同一个地方。你到底是看了还是没看？有一件事儿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想让我假扮成你女友，手牵手一起参加婚礼。丽娜，你是不是想说，我不应该误导麦飞，编出一个遗嘱来？可是效果很好啊。效果是很好，可是你是想说不光彩，还是因为黛西说了不光彩，所以你觉得确实不光彩？你别多想。我没多想，你从来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，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。是，我确实从来不在意任何人对我的看法，我也经常遭人非议，说我不光彩，但我并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现在放在心上了？我在反思我自己。反思的结果呢？从今以后洗心革面，不再关心输赢，只关心粮食和蔬菜。佳敏姐，怎么这会儿来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没事儿，闲的。您日理万机，时间管理到分秒，怎么可能是闲的？肯定有事儿。你我都是律师，我们各为其主，据理力争，狭路相逢，针锋相对，都是难免的。可是做人要有原则吧？那当然。你想过没有？如果我告诉客户你们有遗嘱，哄着他们签了和解协议，后果会是什么样？不敢设想。那为什么你要给我挖这么大一坑？因为我知道您肯定不会掉进去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跟您学的呀。您是挖坑高手，您怎么可能会掉到坑里去呢？如果真的换做别人，我还真不敢挖。万一掉进去，那可怎么办？佳敏姐，这件事跟罗宾没有关系，都是我的主意。看你们俩还挺有默契。您过奖了。受之有愧。收拾一下东西，下班吧。
哎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那个，听说你怼罗宾了？是，不过你不要误会，我怼他可不是为了你，咱俩已经分手了。不管为了谁，那在全景敢怼罗宾的不多，你算是创造了一个记录。什么记录？在你之前，那从来没有律师助理、实习律师敢怼老师的呀。你也没有怼过吗？我当然没有了，我一向尊师重教。你少来，你在我面前可没少说罗宾的坏话了。是，无爱无师，但无更爱真理。昨天我听说我一个大学同学去送外卖去了。学法律的？他受什么刺激了？送外卖，至少不用自己去找客户。来来来啊！客户给的福利，良品铺子，来，每个人都有份啊！要吃什么，快过来拿啊！吃什么？综合果仁。综合果仁，给代替拿一个。啊，还有谁要不要？哎，我觉得你的何塞师兄今天脸色不太好。只要高级合伙人开会，何塞师兄的脸色肯定不太好。如果现在有一盏阿拉丁神灯摆在我的面前，你就许愿，律所的高级合伙人永远都别开会。不，我会许愿让何塞立即晋升为高级合伙人。你都有阿拉丁神灯了，你为什么不许大一点的愿啊？对啊，你比如世界和平，再也没有不公平和非正义。那咱们就失业了。你许一个稍微大那么一丁点的愿望也行。比如，坐在封印位置上的人是你。我们的律所总榜排列第一，客户的胜诉率也同样是第一，但是好评率排第二。那是因为有的人对客户太强硬。那是为了保证胜诉率，客户找我们是为了来打赢官司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拒绝掉一些良莠不分、缺乏自知之明、不懂得尊重我们的客户。我们必须要让来找我们以及准备来找我们的客户知道，我们全景律所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会接，也不是说你有钱就一定能够成为我们的客户，而高胜诉率也由此产生。律师实际上属于服务行业，对于有一些明知道要输的官司，你只要跟客户说清楚，客户是可以接受输的，他们只是需要有一个人替他们发声，替他们发微博、发朋友圈，替他们呐喊，就像一个无知的热血法盲一样，误导公众，让他们输的看起来不那么难看。对不起，这不是我的专业，我学的是法律，不是蛊惑人心。我们要既保证胜诉率，又要提高满意度。对，以后如果再有把我们的律师完全当成服务行业，并且不在乎输赢的客户，我一定介绍给吴大律师。罗宾，我们继续啊。苗苗奶茶是我们的客户，他的创始人苗锦发了微博，说是遭到了投资人刘军的性骚扰。苗苗奶茶虽然不是我的客户，但是我跟刘军比较熟。我可以争取他们和解。您的意思是让苗苗奶茶开个价，只要对方给的钱合适，就一切都 OK。这种案子最难的是证据，性骚扰又不是强奸，你说他摸了，他说没有，然后你到公共媒体上去嚷嚷，人家可以告你侵犯名誉权，你败诉了还要给人家赔礼道歉。您就打算这么跟我们的客户说呀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看明年满意度第二都保不住，倒数第二倒是有可能。这样啊，这个案子已经交给了罗宾，我们现在什么时候交的？为什么？
我认为这种案子更适合女性律师啊。顾大律师啊，您这是性别歧视啊！妇科医生都可以是男的，谁说性骚扰的官司必须得交给女律师啊？再说了，对方客户也没有这个要求，没有这个诉求啊。我提醒，这是高级合伙人会议，不是大专的辩论赛。这是苗瑾的案子，你跟他联系一下，了解清楚事情的原委。事情的原委，他微博上都有，包括所有的细节。就我所知，对方已经发了律师声明，说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。我不想知道他在微博上说了什么，我要知道的是他怎么证明发生了他说的那些事儿。别告诉我不好找证据。我没有要说这个。那你要说什么？我一个人去还是我们俩一起去？当然你一个人去。你们都是女性，有些话题聊起来不至于那么尴尬。我这儿有个案子，需要您的帮助。你是我的助理，我不是你的，这一点不用再强调了吧？啊，好吧。站住！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其他愿意帮助我的合伙人啊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怎么是威胁了呢？律师接案子付出的是劳动，你强迫我接案子，就是在强迫他人劳动。按照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40条规定，以威胁、暴力或者其他手段强迫他人劳动的。第一，我没有使用暴力；第二，我这不涉及威胁吧？可你明知道我不喜欢你找其他合伙人。啊？我不知道。那你现在知道了。啊，原来我可以用这个方法强迫您去接案子啊！说吧，什么案子？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一个老人家，他被他的外甥女给告了。是因为拆迁款、征收补偿款，还是房产继承？征收补偿款。您怎么知道的？一般都是这种情况。房子是老人父母留下来的。没错，父母在世的时候就明确说了，这房子是留给老人家的。老人父母有几个子女？2个，一男一女。你的当事人是儿子。对，他就是被他的外甥女给告了啊！他的外甥女就是他姐姐的女儿。我知道外甥女是姐姐的女儿。起初，他姐姐请求父母，也就是孩子的姥姥姥爷。我知道您知道姥姥姥爷，请求姥姥姥爷把孩子的户口落在老房子里，姥姥姥爷就同意了。姥姥姥爷在世的时候，还专门把子女叫到跟前，说这个房子是留给儿子的，因为将来养老送终是儿子的任务。现在姥姥姥爷过世了，房子要被征收了，所以外甥女不干了。对，就是这个原因，所以他就把他们舅舅一家全告上了法庭，要求分割征收补偿利益。您去哪儿啊？你刚才说，如果我不愿意接，你就去找其他合伙人。您也说了，这是威胁。但如果我亲自去找，就不叫威胁。这个案子很复杂的，所以啊，需要找一个老谋深算、锱铢必较的律师。另外，搜集证据，指导一下你的当事人如何微博写作，不要让别人再抓住把柄进行反诉。什么？给您的案子。为什么？表示内疚？怎么会内疚呢？咱们早过了抢案子的阶段。那你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？你抢走了一个备受关注、吸引眼球的名人案子，换给我一个一地鸡毛、家产纠纷的案子。首先，备受关注的名人案不是我抢的，是封老大认为我比较合适，这是本着对客户负责任的态度。凡是赚钱的、赚名的、赚钱又赚名的，都是你比较合适。刘军是您的朋友，苗瑾要告刘军，如果您在代理苗瑾，会被客户投诉利益冲突。
那照你这么说，小地方的人都不要当律师了，差不多谁跟谁大家都认识。我们不是小地方，我也不是3岁小孩儿。家庭财产分割是您的长项。你这句话的意思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各干各的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和平共处，互不干涉。有一个问题，您说，我是创始合伙人，你是高级合伙人。出门的时候，请你看一下荣誉墙上的名字，我在第1排，你在第2排。我当然知道。不过这不是一个问题，这是你想告诉我一个结果。可是我想说，那是因为您比较年长，按出生顺序排，你也肯定排在这个律所的大部分人之前。但我们这个律所不是一个论资排辈的律所。你又去招惹顾杰了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是去给他送一个案子。他要的不是案子，他要的是您的位置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是想提醒你啊，你要尊重他，给他面子，尤其是在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会议上。我给他面子，再给。有的人蹬鼻子上脸，那就上脸以后。有一句老话，叫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还有一句话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玩火者必自焚。您这是2句，不是1句。请问是苗瑾女士吗？您好，我是全景律所罗宾律师的助理黛西，这张是我的名片。罗宾律师呢？罗律师一般的案子呢，都会让我先过来和当事人对接。我这是一般的案子吗？抱歉，我不会跟你聊。苗瑾女士，我怎么觉得您好像对我有些敌意啊？我这个跟敌意没关系，我要的是你们律所最好的律师。你们老大也答应过我，可你显然不是。即使是最好的律师，打官司也要讲求证据。恕我直言，如果您相信罗宾律师的话，您就应该相信我。他既然派我过来，那就是因为他认为我称职，而且合适。你要说到合适呢，我倒挺感兴趣的。你跟我说你为什么合适？你是有过类似的体验，还是什么别的原因？我曾经有一个闺蜜被实习老师骚扰。他回来跟我说了这事儿，我当时就一腔热血，把这事儿捅到了网上，然后你就被告了，然后被所有人泼脏水。那你后来这个闺蜜怎么样了？她选择了和解。和解？一般人扛不住这么大的压力的。不是，那和解不就等于把你出卖了吗？是。所以我当时很被动。那再后来呢？后来对方撤诉了。是你先屈服了吧？我没有证据。在那件事情之后，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都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不上网，不见任何人，尤其是熟人。那你现在身边的朋友，除了我前男友，其他的都是我近1年才认识的。那就是说，他们都不知道你跟我说的这件事儿。我前男友知道。除了你前男友呢？我想知道你为什么隐瞒。这不是隐瞒，而是我因此得到了一个教训。什么教训？实现正义不能仅凭一时的冲动。律师往往被人误解是收钱办案、看钱说话的行当，但事实上，一名优秀的律师一定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律师，一定会是一个热爱公益事业、积极关爱弱势群体的律师。全景能获得10家公益律所的称号，我非常激动。在这里再一次感谢大家，我们会再接再厉，
进一步投入到法律援助、矛盾化解以及社会服务等法律公益服务项目，为维护社会主义的公正正义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。再一次的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他当时并没有起疑心，因为那天是刘军的助理陪着他一起去的刘军家，然后坐的是刘军司机开的车。到了家里以后，保姆给开的门，告诉他们刘军在楼上，他就上去了。然后没想到看到刘军穿着个浴袍。助理呢？助理一进门就收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电话，然后他就让苗警自己先上去了。那他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报警呢？我是指他看到刘军当时穿的是浴袍。因为他当时只是穿着个浴袍，并没有任何侵略性的举动，所以他不确定这是不是算可以报警的范畴。可是他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立刻离开呢？因为他不知道刘军穿着个浴袍是不是只是他的个人习惯而已。所以他就在那儿待了足足有40分钟，直到人家对他动手动脚。恕我直言。我还没说完呢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人家对他动手动脚之后，他为什么仍然没有选择报警，只是愤怒的离开？然后1个星期之后，开始在微博上去揭发他。这1个星期发生了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他原本是自愿的，但是后来因为价格没谈拢，所以他就开始诬陷刘军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对方的律师会怎么问？事实上，大家今天也都是这么评论的，说一个女人为什么谈工作、谈投资要到对方的投资人家里去谈，而不在办公室谈？那如果是您呢？您让丽娜姐陪我去您家谈工作，难道我会说不行？我要谈工作，我就只能在办公室里谈吗？第一，我从来没有让丽娜带着你去我家；第二，我从来没有穿浴袍跟你谈工作。如果有一天您让我去您家，然后您穿着个睡衣，我没有立刻离开，也没有立刻报警，不代表说我同意您。那代表什么？对不起，打断一下。谢谢打断。你现在马上再去找苗警，把刚才的问题再问一遍。另外，你刚才说他去刘军家是保姆开的门，找到保姆。保姆是不会作证的。你没有找怎么知道？因为这是常识啊。这是错误的常识。好嘞。怎么了？今天方老大特别不对劲儿。哪儿不对？他2天戴了同一条领带。也许他有2条一模一样的领带。不，他没有，你有。你怎么了？有点累。你有事吗？我们不是昨天才认识？对，我们上辈子就认识了。遇到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。肯定有事儿。我就是有点不舒服。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我陪你到医院去看看？不用。到底什么事儿？连我也不能说吗？你要是没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找我？坐。哎，什么事儿？
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跟你说。我懂了。哎，说说你懂什么了？你本来有事情想跟我说，但是你见到我面之后呢，你又改变了主意。这种事情经常发生，我也经常改变主意，这个完全能理解。你的理解是错的。那我怎么理解才是正确的呢？我还是跟你说了吧。你又不怕连累我了？跟封印有关。阿姨，看一下思念金牌虾水饺。虾水饺？对，每个水饺里面啊都有1整只虾，今天搞活动买2送1呢。哦，来2盒。哎，好，来。慢走。张阿姨是吗？啊，您好，您好，我叫黛西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我帮您推吧。律师助理。律师助理是干什么的？就是帮律师了解一些情况。哦，你要了解什么情况？我们想要跟您了解一下关于刘军先生。没问题，这些啊我都知道。但是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呀？你不想想，我要是把你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告诉了你以后，我还能在人刘先生家继续干下去吗？我懂了，我懂了。那我们重新给您介绍一份工作。你呀，太可爱了。我已经下班了。对不起，你不能下班。这事儿你说了可不算。封印可能要出事儿。出什么事儿？你不知道。什么事儿？他怎么了？如果你没想好，到底要不要跟我说，最好先回去安安静静的想好再来找我。不，他昨天晚上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。哪方面的？男女关系方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有个女的投诉他。跟谁投诉？顾杰。顾杰？顾杰现在非常的为难。哎，你不能去找顾杰。我为什么不能去找他？因为他跟我说了，别告诉任何人。他告诉你，就是想让你告诉全世界。怎么可能呢？他让我发誓不能告诉任何人。这是他对自己的免责条款。哎，那你也不能去啊！你要是去了，你等于把我给埋了，他以后就不信任。你记住，他本来就不信任你。你应该去找封印，让封印辞职。你说什么？这是目前唯一能让大家都体面的办法。这是顾杰让你跟我说的？不是，那个女孩向顾杰投诉之后，这是顾杰想出来的两全之策。顾杰跟那个女孩说，先不要声张，然后给她一笔和解费，并且让封印辞职。顾杰他来征求我的意见，我也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。你想啊，如果闹起来，那我们律所的声誉，包括封印，你我都知道，封印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，他不可能。这没什么不可能的，人都有弱点，洁身自好的人也有弱点啊，保不齐一时糊涂。你告诉我那个女孩在哪儿，我去找她，我去问她。顾杰不肯说，不肯说，不肯说就是问题。这能理解呀，总得保护这个女孩的隐私，对吧？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顾杰，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我都不相信。你也不能完全相信封印，总不会是空穴来风吧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哎，你冷静点，你找谁去啊？刘烨。
开机之后给我。喂，喂，罗老师，您今天还回来吗？有什么急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刚刚去找了刘军的保姆，他说他愿意给我们作证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他想要一笔赔偿金。不行，绝对不能给他钱，一旦给了他钱，就成为收买证人。你再想其他办法。人家给咱们作证是要丢饭碗的，咱们又不能给人家赔偿，那人家当然会有后顾之忧，不敢作证，也不愿意作证了。喂，开机之后给我回电话，我有事儿找你。你跟罗宾说了？对不起，我没有怪你。谢谢。那个女孩还好吧？基本稳住了，但是她要求封印付出代价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个能理解。但是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能不能让封印个人给他道个歉？如果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被别人侮辱了，然后对方跟你说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”，我悄悄给你道个歉，然后这篇咱们就算翻过去了。你觉得你能翻得过去吗？但是封印他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？人犯了错误就应该接受惩罚。罗宾他不相信，他不是不相信，他是不愿意相信。因为如果封印接受了惩罚，罗宾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封印要是不承认呢？那我就直接召开律所高级合伙人的临时会议，把这件事情摆到桌面上来。封印要为他的所作所为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哎呀，顺便说一句，我呢在全景还有一项特权，但这项特权我从来都没有使用过。作为创始合伙人，我跟封印有一个约定，他当他的主任，而我有权利不经过任何人的同意，直接晋升一位高级合伙人。因为这项权利呢，只允许使用一次，所以我一直慎重使用。您是说，您现在打算使用这项特权了？对，我打算使用了。你，我认为早就应该晋升到高级合伙人。你的业务能力很强，还热心公益，还具备相当的管理才能。你对实习律师、律师助理的管理有目共睹，有口皆碑。我之所以一直没有使用这项权利，是因为我认为你走正常的程序也是可以获得晋升的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封印没有通过你的申请。但是如果封印他这次还是不同意呢？第一，不需要他再同意了；第二，他很快就不再是我们全景的执行合伙人了。下一次的高级合伙人会议上，除了宣布晋升你为高级合伙人以外，还有一项，就是宣布大家重新投票选举新一任的执行合伙人。你是说，想要让我投你一票？知恩图报是一项美德。哎，不过，我说这些可不是要求你给我回报，你不要误解我。我没有误解，这样对全景有好处。哟，巧啊！不是巧，是我有事来找你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您说，我体检出了点小毛病，医生让我再复查一下。什么小毛病？复查了吗？复查了，在等结果。嗨，也许什么事都没有，虚惊一场。您平常从来不关机的。我昨天手机没电了，睡得早。有事吗？有急事可以到我家来找我。走。顾杰说有一个女孩投诉你。
他接待的。